Hello，我是 JC。时间旅者重生曙光也已经推出一段时间啦。由于本人近期业务繁忙，所以这款目前还没有整个玩完。我当初一开始看到预告片，觉得哇，跟《绝命异次元》很像。喜爱恐怖游戏的我，当下就决定一定要玩这款游戏。那相信大家应该也是被这些恐怖画面给吸引过来的吧？不过目前我玩的是有点心累啦。那今天就来带大家来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先简单说说故事剧情吧。玩家扮演的是一名旅者，一位救世主，为了拯救人类的未来，踏入瘟疫肆虐后的波兰城市曙光市。这里的居民几乎全被转化名为孤儿的畸形怪物。主角要透过时间裂缝回到过去，接触那些尚未被瘟疫侵蚀的灵魂，并抽取他们的灵髓来追查线索。一开始进游戏游玩，果真有绝命异次元的感觉。前期氛围压迫感很大，尤其是子弹在很有限的情况下，紧张程度是有的。难怪人家说恐惧源于火力不足。而另一个压迫感来自于怪物。本作的一大特色呢，就是怪物会去把地上的尸体跟自己融合起来，而融合后的怪物会越来越强，外观会长出一层层硬壳防护，这些硬壳几乎能抵消正面伤害。这会迫使我们要么快点解决怪物，不让它去融合，要么怪物融合后要锁定脆弱的部位，才能快速解决威胁。那说个题外话，我同事拉蒙格一开始看到战斗画面说不玩这款游戏，原因是散弹枪很烂，打在怪身上根本不痛。我隔天呢就跟他说，不是散弹枪太弱，而是怪融合后太硬，要找弱点打。散弹枪其实很强，尤其是蓄力后发射出的手感，哇靠，那真的有爽到，至今仍是我爱用的武器啊！武器系统我们等一下再来说，先拉回来说说怪物。那么你会说那尸体怎么办嘞？本作的怪物是怕火焰的，尸体它是可以烧掉的，也可以牵制住怪物，使怪物暂时不能移动。所以我们在游戏前期很快就能获得火炬这个辅助工具，但这该死的东西可厉害了，一次身上只能带一颗，虽然后面可以升级多拿一颗，但真的不够用。为何呢？第一，每当我看到地上有尸体，我不会立刻烧，我会希望拿来对付怪，因为它太稀有了，而且又是燃烧范围，若被围殴还是逃命技啊。第二，有些解谜场景是需要靠燃烧，燃烧后隔离墙才能进去拿东西。那你也知道，往往这种场景里面肯定有好物，所以你说我怎么可能看到地上有尸体就使用呢？不过我想制作组可能是想让你透过这种要烧不烧做一种战术考量吧。既然提到场景，来说说探索资源及解谜部分吧。其实本作解谜算简单的了，就是看文件、找密码、找钥匙之类的，又或是利用特殊装置恢复道路等。这也让探索除了找资源打怪外，不会那么无聊。不过我觉得最心累的是包包格子数。本作背包格子数有限，所有你捡到的物品都算一格，有些物品还不能叠加数量，比如升技能用的核心。虽然升级站有仓库可以使用，不过这迫使每次出发都要先谨慎的规划背包，尤其是要携带多少子弹。虽然在有素材的情况下可以做子弹回血道具等，但不得不说被限制格子数是有带来出门探索一些压迫感。那说到格子有限会让你想到哪款游戏，我就不多说啦。来说说武器系统吧。最有特色的就是武器可以蓄力，称为蓄能射击，这是强而有力的攻击模式，也是最有效击败怪物的方法。通常为了省子弹会使用蓄力来攻击，但也因为这样战斗节奏会变得既谨慎又慢。不过确实有提高压迫感的氛围。那我要小小抱怨下换弹机制，它的换弹是要自己手动按的。如果你子弹射完了按下开枪，抱歉，它不会自动换弹。可能我已经习惯自动换弹了，加上紧张的战斗都不会注意子弹数量，往往没子弹就忘记要 reload 一下，这导致我会随时注意子弹数量，不能爽快射击。快没了就得要赶快跑走 ，reload 下再打，有一种放不开打的感受啊！除了武器系统外，还有个灵髓系统，可以把它当成辅助系统。随着剧情推进，主角会回到过去寻找特定目标，提取他们的灵髓。
不同的灵髓会提供额外强化，例如增加对燃烧中的怪物伤害，或增加获取资源数量等，让你在战斗或道具制作上有较多的策略选择。说下我觉得的一些缺点吧，玩这种类型的游戏就是在期待着有各式各样恶心猎奇的怪物出现，也确实一开始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虽然游戏会搭配 jump scare 来时不时的吓你，但玩久后会发现同类型的怪太多了，战斗久了就有一点乏味单调了。再来就是整个剧情蛮拖沓的。可能是因为地图探索太久了，每当我以为要结束了，却又叫你往后探索，导致我有点没有耐心想继续玩下去。武器升级方面，前期还会锁格子，不让你继续往上升，这我也能理解。然而，就当剧情出现另一个看似机械技师的角色时，而我也这么认为，这家伙的出现就是来解锁格子，或是进一步升级装甲武器之类的时候，结果哇靠，这家伙纯纯的只是个聊天 NPC 啊，让你了解这世界发生什么事。这就算了，进入聊天后，你好歹也让我有个加速对话或是跳过聊天之类的操作吧，而他完全没有，我得花时间看完这个聊天。你这样我哪敢找你说话啊？那么你会问怎么解锁格子呢？天才的设定就是我莫名其妙的解锁了，我不知道是我没看到提示，还是本来就这么设计的。剧情推进到一个点之后，当我去升级时，发现他解锁了，我当下的表情只有傻眼而已。好啦，虽然我靠腰这么多，但它仍是一款不错的科幻恐怖射击游戏。在氛围压迫感的营造、世界观的设计，我觉得都蛮出色的。虽然压迫感比较没有达到《绝命异次元》那样恐怖的程度，但毕竟那是我小时候的阴影啊。不过整体还是在水准之上。最后聊下 Bloomburn Team 这家工作室，从层层恐惧、灵媒到这款时间旅者，他们的原创作品所说的故事情节，都是可以让玩家感受到剧情的恐怖及惊悚之处。但可惜玩法深度还有加强的空间。本作的优化在主机平台上面也不算是完美，而在电脑系统上也有不少问题。期待官方尽快释出优化版本，不然撞到狮之歌这者强敌已经凶多吉少了。不要忘了9月底还有沉默之丘 F 啊！那我也会持续的把这款游戏玩完。如果后续有惊艳到我的部分，我会再做一集出来聊啦。如果你也有玩这款游戏，也欢迎留言给我们，也不要忘了帮我们点赞分享。我们是连 Party， 下次见。